全球科技圈和金融界今夜无眠。就在明天，2026年7月10号，美股将迎来一个载入史册的历史时刻。韩国内存巨头英伟达最不敢得罪的合作伙伴 SK 海力士正式以美国存托凭证的形式登陆纳斯达克，代码为 SKHY。这次上市有多夸张？它计划募集资金高达280亿美元。朋友们，28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将近2000个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它粉碎了2014年阿里巴巴创下的218亿美元的记录，直接刷新了人类金融史上规模最大的美股存托凭证上市记录。纵观整个地球有股票历史以来所有的 IPO， 它也仅次于上个月刚刚上市的 SpaceX， 位居人类历史第二。这不是普通的上市，而是标志着人类 AI 时代的疯狂。那你可能想问，美国存托凭证是什么？这家做内存的韩国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去美国上市？它到底是不是割韭菜？散户现在还能不能上车？今天这期视频带你彻底看懂底层逻辑。要了解海力士，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历史。海力士的前身叫做现代电子，在1983年由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创立，早期主要专注于半导体内存芯片的生产。在21世纪初，全球出现了内存大崩盘，芯片价格跌得比矿泉水还要便宜。当时海力士负债高达150亿美元，濒临破产。韩国政府和银行团直接接管了它，这导致海力士变成了一个没有真正老板的僵尸企业。惨到什么地步呢？它的竞争对手美光出价40亿美金来收购它，却不愿意承担它60亿的债务。当时海力士内部高管集体拒绝，员工绝望到全体绝食抗议啊！当时的海力士穷到连买设备的钱都没有，员工只能把旧设备的零件拿下来拆东墙补西墙的维持生产的运行。而海力士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完全是靠2个疯狂的赌徒。2012年 SK 集团的会长崔泰元力排众议，强行以3.4万亿韩元的低价接盘了海力士这个公认的无底洞啊！崔泰元接手后，不仅不砍业务、缩减开支，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行追加10%的研发资金和资本预算。他当时留下了一句金融界的名言：内存是未来的粮食，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肚子饿，就把明年的种子都给吃了。在这一波救命钱以及不计成本的逆势投资下，海力士成功的在2013年完美的踩中了智能手机的爆发红利啊，瞬间扭亏为盈。2022年，崔泰元看中了工科技术流出身的郭鲁正，并且扶持他成为了 SK 海力士的 CEO 啊。在 AI 模型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郭鲁正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语言大模型对带宽的强烈需求。他集中了全公司所有的资源和研发力量，死磕 HBM 内存技术。在这里，我给不了解内存技术的朋友们简单快速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HBM 内存啊。HBM 内存不是传统的内存。举个例子，假如英伟达的 GPU 芯片是一个超级大胃王，1秒钟要吃1万碗饭。传统内存就像是骑着小电动车的外卖员从5公里以外的厨房一碗一碗的送给他。大胃王根本就不够吃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算力瓶颈和内存瓶颈。而 HBM 内存能干什么呢？它直接在大胃王的嘴边上盖了一座12层楼高的中央厨房啊，而且还修了4000条超级传送带，1秒钟就把几万碗饭直接倒到了 GPU 的嘴里。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海力士的 HBM 内存，英伟达的 AI 芯片就只能是一块废铁。好，我们话说回来，在英伟达最需要高端内存的时候，海力士拿出了近乎完美、散热和速度都无敌的 HBM3和 HBM3E 芯片，直接截胡了三星，成为了英伟达核心供应商啊。SK 海力士凭借着 HBM 市场上超过55%的垄断份额，稳坐 AI 内存的王座啊。超强的市场需求已经忽略了 HBM 内存频繁的涨价。SK 海力士在2026年初以72%的利润率正式击败了英伟达，并且在明天以美股存托凭证的形式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这时候就有人问了，什么是美股存托凭证呢？美股存托凭证就是美国的大银行给外国公司股票印的一种代购收据啊，它让美国投资者不用跨国、不用换汇、不用倒时差，就能在纽约证交所或者纳斯达克像买苹果、买微软股票一样，轻轻松松的买到别的国家上市的超级巨头啊！
像台积电、阿里巴巴都是这么上市的。海力士之所以拼命的想要来美国上市，主要是有2个原因啊。第一，海力士和三星电子2家公司在韩国股市的权重太高了，超过50%，这也就意味着 SK 海力士像这一回融资280亿美金，在韩国的市场上根本就没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去承接这一笔融资啊。如果强行融资，韩国大盘就会疯狂的跳水，因为抽走流动性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们有没有想过，明明 HBM 技术世界第一的海力士，为什么它的估值是竞争对手美光的几分之一？原因是韩国的下面是朝鲜，由于地缘政治风险，韩元不是储备货币，所以全球的资金给所有的韩国企业的估值都要打折。海力士不甘心如此啊，所以要出海融资，去吸全球最有钱的被动基金的血，同时夺回估值主权啊。那市场对海力士这回来美股买账不买账？我只能说火爆到爆啊！这几天海力士在美股上市前的询问圈购环节，也就是定价摸底阶段啊，机构快把大摩、小摩、高盛这种顶级投行的门槛踩塌了。最新消息，海力士这次美股发售已经获得了超过7倍的超额认购，在正式开盘前，机构们就已经提前放话了，有兴趣直接买断其中70亿美元的份额。不仅如此，美国发行商将在下周趁热打铁，直接推出2倍做多 SK 海力士的 ETF 啊！美股市场对 AI 内存的疯狂将在明天找到一个完美的宣泄口。听到这里，是不是有的朋友想明天全仓冲进去了 ？No No No！作为老股民的我，必须给你泼一下冷水啊！SK 海力士是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背后的风险。第一，它的客户集中度极高，绝大多数的 HBM 都卖给了像英伟达或者是少数云企业巨头啊。但凡未来需求端的企业降低资本开支，也就是砍单，对海力士的股价来说绝对是海啸啊。此外，明天是海力士在美股的第1天上市，必然会出现疯狂的溢价。如果你是和我一样的稳健投资者，不妨让子弹先飞一会儿，等行情和流动性稳定，估值溢价收窄之后再做打算啊。最后我再强调一遍，好公司不等于好价格，冲动的后果就是用漫长的时间来恶心自己啊。以上的内容均属于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仅供参考，请大家保持理性与克制。好，面对明天上市的巨无霸，你会选择开盘冲锋，还是岸边观望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点赞、订阅、评论、收藏，美股投资不迷路。我们下期再见。